这是苹果官方的 Mac 使用手册，17个章节，数不清多少字。我想应该没人能够从头读到尾。反正我是觉得酷哥肯定看不完，不然为啥包装盒里不给你放说明书呢？所以这次咱们搞个特别系列，叫做苹果说明书没教你的事，分为3期，我会结合 Mac、iPhone、Apple Watch 的官方说明书，搭配我的亲身经验，聊聊要做哪些设置，让他们用起来更高效、更顺手。这一期我们就先聊聊 Mac 的推荐设置，从桌面整理、窗口控制、文件管理这3个你每天都打交道的部分下手。本期零零碎碎的设置确实有点多，所以我特意按照出现的顺序做了一张思维导图，放在置顶评论区里，方便你查阅。你可以白嫖，当然给个一键3连那就更好了。至于 macOS App 的推荐嘛，你可以配合这3期视频一起使用，效果更佳。当然了，今天的内容如果你有更好的推荐，也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，让更多人看到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 Let Go。拿到 Mac 后的第一步重要设置是啥？装 Windows。大妹，重新来。第一个推荐设置是在桌面与程序屋里把 Dock 栏调到屏幕左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部分情况下，咱们用的都是16:9的宽屏显示器，垂直空间特别珍贵，而左右两边往往会有多余的空间。把 Dock 栏挪到左边，就能腾出更多高度，看到更多内容。那为啥不放在右边呢？很简单，咱们从小就习惯从左到右看东西，注意力自然而然就在左边。当你点击左边的 Dock， 窗口刷一下出现在右边，整个过程就很顺手，跟阅读的逻辑一样自然。这时候肯定有广东跟福建的小伙伴跳出来说，不行啊 ，Dock 栏必须放在底部，这样才能顶天立地，一年顺风顺水。OK， 没问题，底部就底部。不过我会建议打开自动隐藏和显示程序屋，这样你可以腾出更多屏幕的垂直空间。同时你还可以调整 Dock 的显示大小，滑到一个和你8字最匹配的尺寸。如果觉得鼠标触发 Dock 的时间太长了，可以在终端里输入这个命令，将 Dock 自动隐藏的延迟时间设置为0，这样鼠标移上去后没有延迟和动画，马上显示 Dock。如果你不喜欢 Dock 栏经常出现莫名其妙的 App， 可以关闭在程序屋中显示建议 App 和最近使用的 App， 让 Dock 显得更简洁干净。在设置桌面与程序屋里，你还可以给屏幕的4个角落整点活，比如设置不同的快捷方式。我一般会把右上角设置为通知中心，这样鼠标一甩上去，小组件和通知消息就会全部弹出来，不用再次点击时间栏。至于其他触发角，你可以按需分配，比如快速打开 App 启动台、显示桌面啥的都挺实用。不过呢，不推荐你把它们设置成锁屏、屏保或者睡眠模式，因为真的很容易手一抖就误触发操作了。当然了，如果你实在想这么设置，那建议加个保险，设置触发动作时按住 Command 键，这样只有你按下 Command 的同时，鼠标甩到触发角才会生效。话虽如此，我设置触发角不就是图个不想碰键盘吗？还有一个我非常推荐更改的桌面设置，就是截图的默认保存位置。macOS 的截图默认是保存在桌面，这一下子得罪了2波人，一波是桌面啥都不放的极简主义者，另一波是虽然文件只放桌面，但是我一眼就可以找到它的乱中有序者。不知道你是属于哪种风格？极简主义者可以在弹幕扣个1，乱中有序者弹幕扣个2。解决办法很简单，按住 Command 加 Shift 加5，调出截图工具，在下方选项把储存位置改成其他文件夹。建议新建一个专门的截图文件夹，随手截的东西都丢在那里，定期的清理一下就好了。进入设置控制中心，我建议把 WiFi、蓝牙和声音这3样最常用的东西改成始终在菜单栏显示，这样 WiFi 或蓝牙断开，声音、静音啥的，一眼就能看清楚，非常方便。另外，我还会把听觉设置为在控制中心显示，当我需要专注或者放松的时候，听觉就可以快速的调出系统自带的背景音，比如海洋、雨声、溪流等等环境音，马上进入到贤者模式。窗口控制，苹果在最新的 Sequoia 系统里终于带来了原生窗口管理功能。现在你可以直接把窗口拖动到屏幕边缘，让它整整齐齐的排列在桌面上，或者按住 Option 把窗口拖到高亮标记的区域，就能省去拖到边缘的麻烦。这里还有一个小技巧，当你左右平铺了窗口后，默认是55等分。如果觉得不太合适，把鼠标移到2个窗口中间，就会出现一个指示条，
拖动它就能轻松调整窗口的比例大小。如果不喜欢窗口周围的空白，觉得它多此一举，在设置桌面与程序屋里关掉平铺窗口边缘空白，窗口瞬间就可以填满屏幕的空间。除了简单的左右分屏，其实菜单栏的窗口选项里还有更多排列方式和快捷键提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不是所有操作都有预设的快捷键，或者那些预设的快捷键复杂的根本不是人类可以记住的。比如我常用的2个窗口左侧和右侧自动排列，方便我一边查资料一边记笔记。但预设快捷键竟然是地球仪加 Command 加 Shift 加左方向键，你敢信吗？所以我会直接去设置键盘快捷键 App 快捷键里改成更简单的按键，点击添加，在窗口标题栏里填写和窗口菜单里一样的选项文字，比如左侧与右侧设置为 Ctrl 加 Option 加左方向键。系统自带的窗口管理可以满足最基本的窗口调整需求了。如果你嫌它还不够高效，可以看看我这期的视频，试试第三方的 App， 说不定更符合你的口味。第二个，我强烈推荐改一下连按窗口标题栏的操作，直接设置成最小化窗口。之前 macOS 默认是缩放窗口，但这个缩放逻辑真的很玄学，双击下去你永远猜不到它到底是变大还是变小，简直跟开盲盒一样。而且你知道默认的窗口最小化快捷键是什么吗？是 Command 加 M。如果你使用鼠标而不是系统自带的触摸板，这个位置非常不好按。改成连按标题栏直接最小化后，不但更顺手，还能省去用鼠标去点左上角那个迷你小按键的麻烦。文件管理，在设置外观里把边栏图标大小改成大，这样边栏的项目一目了然，更好的选择。接着在反答边栏里，根据你自己的情况，把不常用的项目去掉。这里建议保留应用程序、下载、最近使用，尤其是最近使用，毕竟是我的频道名，面子还是要给的嘛，留着。高级设置一定要打开按名称排序的窗口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做会让文件夹在按名称排序时，远远显示在窗口的最上方，接下来才是文件，这超级方便，特别是在你文件非常多的时候，一眼就能先找到文件夹。如果不打开这个设置 ，macOS 会直接根据首字母排序，文件夹和文件混在一起，根本没有优先级。检视菜单设置里的路径栏和状态栏也建议打开。打开路径栏后，你可以看到当前窗口在哪个目录下。点击上级目录就能快速返回，还能直接把文件拖到路径上的文件夹里。而状态栏呢，能让你实时掌握窗口里的情况，比如有多少项目，选中了哪些文件，还能看到当前磁盘的剩余空间。如果你开启了 iCloud 同步，还能显示 iCloud 的剩余空间和当前上传、下载的进度。还有一个设置我强烈建议改掉，那就是执行搜索时的默认选项，把它从搜索整台 Mac 改成搜索当前文件夹。为啥？因为当你在某个文件夹里搜文件时，默认只搜当前文件夹，结果更精准和更快。除了设置搜索外，分享文件的操作其实也能变得更简单。右击文件窗口的工具栏，选择自定义工具栏，然后把隔空投送这个图标直接拖到工具栏上。这样一来，你选好文件后，直接点击工具栏上的隔空投送就搞定了，省去了每次还要点击共享，然后再选择隔空投送的繁琐操作，特别适合经常在 Mac 和 iPhone 上互传文件的小伙伴。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在 Mac 上用 iCloud 云盘功能？如果你同时还开了优化 Mac 储存空间，那系统会自动在空间告急时，把一些不常用或者创建时间比较早的文件挪到云端，帮你释放本地空间。等你需要的时候再点一下，文件就会从云端下载回来。对于256GB 存储的用户来说，这功能可以说是非常实用。毕竟谁都知道苹果的硬盘比金子还贵。那么问题又来了，如果你在外办公时碰上没网或者网速非常慢，这时候点不开文件就真的要抓狂了。所以建议你对重要的文件或者文件夹提前标记一下，右键点它，选保留下载，这样文件就会一直留在本地硬盘里，随时可用。而你觉得文件没有那么重要了，再取消保留下载，系统就会帮你再优化空间。OK，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并订阅。我是 Barry， 让我们下个视频见。